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IP Wonder 5分钟故事，告诉你制裁权大小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申请专利范围之产业应用的限定。2017年年底，任天堂与美国 iLife 的诉讼算是告一段落。这一场经历4年的专利战，从6个专利打到只剩下1个专利有效。剩下的这个专利，其中一个申请专利范围，成功的让美国 iLife 公司在这场诉讼胜出。根据陪审团的决定，任天堂必须为 Wii 还有 Wii U 这些主机使用的体感操作控制器付出1000万美元的赔偿。也许有朋友有听过这则新闻，但你知道 iLife 公司这专利当初的开发目的，其实是要监控躺在病床上的病患是不是跌下床，或者是有老年人跌倒的情况。它的技术包含一个侦测器，而这个侦测器可以感应到带着这个侦测器的人他的移动加速现象。另外还有一个处理器，可以对这些加速现象做评估，看有没有超过一个限定范围。所以当老人或病患带这个体感器，这个侦测器可以持续侦测人体的移动现象。那如果突然跌倒，处理器发现异常加速现象，就可以立即通知救护人员帮忙。当初这个发明人的开发方向是将这个技术应用在看护或者是医疗仪器方面。虽然在专利说明书中也有用侦测老人跌倒来作为实施例解释这个发明，但还好它的申请专利范围并没有限定在医疗看护的产业。因此任天堂的体感操作控制器虽然是应用在游戏机上面，仍然被认定侵害 iLife 的技术。而不只是任天堂哦， iLife 也曾对 Fitbit 提出诉讼，那个案子最后两方是达成和解。在美国专利说明书的最后一部分是申请专利范围，这部分是总结整个发明最必要的构成元件。这是说明书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专利权范围的认定就是以这一部分为准。而说明书其他部分通常有提供实施例解释这个发明的用途或是使用领域。今天分享这个任天堂的故事，就是让大家了解，除非申请专利范围有明确限定在这些实施例上，不然这些实施例里提到的，不管是发明用途或者是使用的领域，并不会限制申请专利范围。Okay, until next time, bye bye.